是否出发，纠结太多讲出的话，面对眼前的高楼大厦，我该低头匍匐还是要继续往上爬？你从未曾放慢步伐，怕时间被忧郁蒸发，和世界交手有很多代价，几个商场哪有那么多的废话？ Just right now， 你的梦终将到达，我可以很快不同的普通话。Just right now， 时间会替你说话，我和明天没有时差，眼泪在开花，憧憬的路从未分岔，等阳光洒下。Just right now， 即刻上场。 警方搜集的证据资料已经发给你了。好的，收到。他们又爆料了。 说白绿在多年前以同样的手段逼死过一个叫任平的人，现在他的遗孀会出来讨要说法。任平的遗孀？哦，妈，到底怎么回事儿？你怎么突然跑出来说那些话？我现在人就在这个团队，你让我还怎么待啊？那就别回去。妈，彤彤，妈知道你特别的想当律师，妈没有能力也帮不了你。 而且还总拖你后腿，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白晓说你爸的事儿啊？那他还能留你吗？啊？那你现在做的这些，那不都是给人擦屁股吗？不管我怎么跟你说，你都不相信是吗？你这孩子呀，你跟你爸一样，心太善了，容易受骗的。你爸那个案子的律师都答应我了，他说他能给你工作，而且还让你一直当律师。 所以，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要争取把这个机会给你拿回来。所以是他让你出来这么做的，他让你出来污蔑白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告诉你，你能同意吗？所以这个恶人妈妈来做，只要你能得到你想要的，那就值了。我不想要，我只想要我自己喜欢的，我不想要你这种硬塞给我的。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呀？你想不想要？你先把这些东西攥在手里，肯定没错。所以当年我爸去世之后，你转头就嫁给了林叔叔，对吗？是，我就是这样的人。你跟你爸爸一样，都是死心眼。当年你爸他跟那个律师谈完之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要赔钱。凭什么咱们家赔钱啊？我跟你爸爸说了，我就是离婚，我要保全我们家的财产。 我绝对不让他把钱都赔出去。妈，你刚说当年我爸跟白绿结婚之后跟你打过电话，你在电话里跟他说你要离婚，要保全财产。所以我爸不是见完律师之后突发心梗的，是跟你打完电话之后。 我一辈子没有工作过，一直靠男人，靠女儿。我知道，可能你也瞧不起我，那又怎样？我问心无愧，我用我最大的努力保护你，保护这个家。你爸刚出事儿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就是钱。你跟你爸爸都是理想主义者，你们就是再是理想主义者，那也要吃喝吧？没有钱。 拿什么吃喝？没有钱，我拿什么供你上大学，受最好的教育？
那些违规的建筑材料，都是别人硬塞给你爸的。你爸在里头没挣过1分的黑心钱。出了事儿了，他要赔，那是他的情谊。他不赔，别人也不能说什么。可是你爸要倾家荡产的去赔，他要自己扛，他要自己扛，也要你跟着他扛。为什么？我是妈妈，我绝对不能看着你一辈子背负这些。我要保护你，我必须要保护你。我知道，你一直怪我嫁给你林叔叔。从那以后，你就跟我不亲了。老林他是个好人，我就想找个人过踏实的日子，一辈子踏踏实实的，我有错吗？这天台是我发现的，你上来得收费开个价， ，1小时100吧。咱俩这交情，你找我要100？要是咱俩没交情更贵，1小时200。我觉得你这属于哄抬物价，我要打电话给12315维权。我知道你现在肯定特别难受，我4处都没有找到你，我就猜你来了天台。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百绿。百绿一定不会怪你的，你到他面前跟他好好解释解释。解释没用啊，就是因为他不会为了这件事生我的气，所以我心里才会很难受。但是我必须得想出一个解决方案。原来是上来想方案的，那你这个调整能力也跟白绿差不多。其实也没调整好，还是很难受。什么爱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了？那个王律师去找了我妈，给她开了很大的诱惑条件，告诉她可以给我一个非常优渥的 offer， 所以她动摇。宋宇之前说过，律师呢特别善于抓住人性的欲望，再加一点威逼利诱什么的，达成自己的目的。我相信，如果用你的虔诚去说服你妈，她一定会上当的。天下任何一个父母都会上当，况且当年的事情她也不知情。不，她知情。她跟我说了，当年害死我爸的不是白绿，是他自己。我真的像做梦一样，我很想责怪他，但我是最没有立场的那个人。他当初跟我爸闹离婚是想保全财产，是为了我，所以害死了我爸。现在他答应别人污蔑白绿也是为了我，结果害了我师父。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挣脱这种困境，我想像个律师一样冷静地思考，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可是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因为他爱我，虽然他从来不问我需不需要这种爱。你可以找他聊聊。你不是说沟通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吗？既然咱俩能聊开的话，你和他也一定可以。我可以陪你去。我刚刚想了很久，我的家庭发生过太多事儿，所以我很难在感情里学会信任，所以才想要当律师，冷冰冰的、理智的去对待所有问题，这才是我最擅长的。可是你一点都不冷。其实咱俩都是那种不敢把后背交给别人的人。我很羡慕闫飞，他每一次遇到喜欢的人都是大大方方的去爱。
可是那种爱是需要能量和勇气的，是需要被很好的爱过才会拥有的。我做不到。信任是可以慢慢被培养的。你看这几个月下来，你对我、郭小雨、闫飞他们，不都越来越信任了吗？况且我们还是竞争对手。可自从我发现你帮别人接私活那天起，一直到现在，你的变化很大呀。他也能出来帮白丽澄清。谁呀？江晨，你太棒了，你知道吗？什么意思？谁呀？白绿，对不起，我替我妈跟您道歉。我看了你跟那个小男孩发的澄清视频了，他父亲也是因为当年的事故而受伤的吧？是。他爸爸当年是我爸爸工地上的工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还钱给他们家。刚刚我找到他，才知道那个王律师一直在撺掇当年的人站出来，当然也包括我妈。所以我就说服他站出来，跟我一起替您澄清。白绿，我之前没来跟您解释，是因为我想带着解决方案来，我不想让这件事继续伤害你。既然我是其中的一环，那就让我彻底解决干净。我们必须负责任地说出真相。您不是加害者，不是帮凶，您是一位优秀的律师，您一直在帮助所有人解决问题和协调问题，从当年到现在。谢谢你啊。这么多天，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算是对我最温暖的安慰了。白绿，还有一件事儿。当年我爸突然就没了，从情感上我妈很难接受，所以她本能的要去找一个人去责备，她就一直说是怪您，但其实你母亲现在还好吗？啊，那就好。其他的呢，你也不用多说了。我做律师那么多年，见过那么多人，合同利益、金钱纠纷，到最后都是有解决和协商的办法，因为这些约定在法条里规定得很清晰。复杂的是人。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好律师，你就必须了解人的复杂性。所以你不用再跟我道歉了，不管是为了什么。当年你父亲去世之前，我的确见过他。他跟我说，他有一个女儿很优秀，也很孝顺。他知道了家里的事儿，说长大了之后帮他还钱。可是你父亲跟我说，他不希望女儿这样，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好好长大，为自己而活。我想他是遗憾的，他不能够看到自己女儿成为律师的样子。但是我始终相信，他在天上一直都在看着。任甲彤，你有成为一个好律师的潜质，所以你要加油。按照我们之前商定的思路，你们公司呢聘请专业的鉴定机构，而我们就是以打组合。现在对方公司已经同意与新科达成全球专利交叉许可协议，并同意撤诉。好的，感谢。
另外，根据您所面临的侵犯其他公司商业机密的指控，根据我们目前手上的证据以及何凡的证言，基本上可以确定，让何凡去您的办公室替换客户资料的人，就是新科对手公司亚太区负责人艾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艾迪应该已经回国了。他已经回来了，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找不到他。就在5分钟之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新的照片，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去的篮球场。宋律、菲菲，能麻烦你们替我去一趟？好。既然他选择回来了，那就应该是想明白了。你去跟他聊吧，我在这等你，有什么事叫我。艾迪，是严达让你来找我的吧？他现在怎么样？他说他很担心你，让我一定要找到你在哪儿。所以你做这些，就只是为了赢他？是。我想不明白，凭什么？凭什么我做什么事情我爸都看不见？凭什么我们家的企业就只给我大哥？凭什么当年我爸就输给了你们新科，而我也处处不如严达？年飞，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严达拉着我跟你相亲？其实我也是有目的的。如果我娶了你的话，或许就能在我爸那争取到一个机会。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我只是想要赢一次。其实我以前和你差不多，直到我去了君安，认识了一群又奇怪又有趣的人。他们没我有钱，也没我机会多，但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命运，只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股子劲儿地往前冲。你说，难道他们不知道所谓的赢，运气比努力重要多了吗？一群做律师的脑子比谁都清楚，但他们还是一直在努力，从未放弃过。所以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这3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竞争，从中也滋生出了一些嫉妒和不甘心，但其实更多的是惺惺相惜。所以我就在想，你跟我哥之间的感情应该也是这样吧？严达他还说，小时候他闯祸被我爸收拾，你告诉他只要承认错误就没事了。他还说他相信你，来找你的时候，只要我和宋女来就行。他那么爱自由的一个人，被关了这么多天，他肯定很想揍我吧？那你就等他回来，堂堂正正的和他打一架。反正他说你和他从小打到大，都已经打习惯了。我现在打不动了，宋律师，辛苦你陪我走一趟吧，我已经准备好去自首了。这郭小雨，他组的局现在人没影了。他说是上次普法认识那个小姑娘突然出了点事儿。哦，是不是搞汉服的那个啊？我看他们发的那个视频了，做的还挺好的。江辰跟他一块儿去的，应该没问题。哎，我跟你说，我昨天看了一视频，
那个视频里说，要是不断的老提一个人的名字的话呢，就是喜欢这个人。我觉得还挺准的。是吗？那视频里有没有说老发朋友圈，仅那个谁可见，也是喜欢他？人家彤，你是真的一点亏都吃不了啊你！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上次去见何凡是怎么说服他的？我就跟他说，严达最关心的呢是企业能不能正常运转，他是一个企业家，需要对企业和员工负责。不停工的状态下，大家都必须得有活干，因为这关系着背后万千个家庭的生计。他做的这件事情，我们都很生气。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刚进职场的新人，就像我那会儿刚进君安的时候一样，会犯错，也是真的会感觉很慌张。他是严达亲手招进新科的，进了新科就是新科人。新科的传统呢，就是包容不放弃。虽然我们不能替他担责，但是我们会等他回来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挺像一个女企业家。不是我，是严达，这基本都是他的原话。我也觉得这应该都是他的真心话。他还真是挺不容易的。我以前特别排斥回家，但我最近硬着头皮干了一段时间，还挺上瘾的。你不回君安了？那你不是白跟我较那么大劲儿了？我以前爱跟你比，是因为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姑娘，是那种外冷内热，最爱跟自己较劲的女孩，所以逗你最有意思了。那个谁呢？我以前真的挺任性的，如果想要某一件东西的话，就会一直喊要。但最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也是长大了，要考虑的事情更多了。哇，郭小雨他们是不是火了啊？什么情况？汉服的这一传统版型样式早已过了权利保护期，属于公有领域中，所以该大牌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侵权。但齐婷婷发的视频，您怎么看呢？是这样，齐婷婷视频中说的相似和文化挪用，不是在指法律意义上构成侵权的抄袭，而是指他们使用这个汉服的传统样式去设计自家服装产品的做法，属于文化挪用。But cultural appropriation is quite common in artistic creation. Is it narrow-minded to simply criticize this brand? Well, I'm afraid I don't agree with you. The reason why people are so angry is not that they use Chinese hanfu elements. No, the real reason is they try to make the public think Chinese hanfu belongs to some other dominant pop culture. This is not respectful. Chinese hanfu is our precious heritage. They can't take it away. This is what Qi Tingting really trying to express. Exactly. 可以啊，你俩早上到我也去了。你是没听到周围那个掌声和欢呼声，我都要飘了，太爽了。你也用上了，但是最精彩的部分没有录到视频里面。你知道郭小雨私下跟戚婷怎么说吗？他说这种大公司的案子，就算打赢了，你的回报也不大，而且还容易有舆论风险。所以他给戚婷婷的建议就是，让他把他以前的设计作品和他那些汉服的 cos 都拿出来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以后借鉴他们传统文化的时候，该摆出一副什么样的态度。结果呢？结果，对方公关部门不但决定撤回对齐婷婷的起诉，还承诺未来一定要给他一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让他毕业之后直接去他们公司干设计师去。吴小雨，你真的可以啊！你太适合干这个了，是吗？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啊，堵车来晚了。来，酒给你们拿来了啊！这么多好酒。白律不是答应赞助你们好酒吗？我正好去他家，就给你们捎过来了。从白律家出来的啊？怎么了？那你们俩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呢？我跟白律啊就是同事关系啊。再说了，公司不允许谈恋爱。
行，没关系。如果是同事的话，那我就直接大大方方发给白绿就好了。开始发。或者你也可以重新再说一下，我再发给白绿一次，就当表白了。表白，表白，表白。拿3杯的。行。来来来，3、2、1，慢一点。星科的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今年时军计划的比赛也接近尾声了，恭喜你们，进入了最后一轮。陆律，您带着我们带了3个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白六和宋律正在见客户，我代表他们宣布时军计划第7轮最后一个考核内容。每个人做15分钟的 presentation， 内容形式不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你的代教律师，你觉得这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为什么选择你？时间、后天、地点、大会议室，你们2位好好准备一下。我们2位。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跟宋律提出申请，决定退出时军计划最后的竞争了。为什么？小雨，你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呢？没有，家里挺好。就是我觉得我到了君安这3个月以来，我好像总是那个经验最少、工作的最吃力的人。有好多回我都是靠着你们的帮助才活到了今天。但是这回我来北京，我觉得我也没白来。我看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所以这回我想从北京再往外走走，再出去看看。你是想申请 LLM？ 我想接着读的是传媒，我暂时放弃做律师了。什么？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我问过你的一句话？白绿明明是我们最佩服的职业偶像，如果连他这样的人都会被网暴，会遭遇偏见和误解，那我们将来该怎么办呢？说实话，我当时对于做律师这件事情真的产生了一个信念感上很大的一个动摇。我就突然想问明白，我们这么努力学法律当律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直到这段时间我帮齐婷解决了这件事情之后，困扰我的东西好像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我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我或许不会成为一名最好的律师，但是我可以做一个优秀的法律 UP 主啊！我可以告诉所有人，律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告诉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纠纷，都可以找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进行合法的维权。他们辛苦的读书、法考、实习，并不是一群只会为了钱给坏人辩护、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人。他们心中有那个为了更大的公平正义而坚守的初心，他们会用他们最专业的态度和能力去帮每一个遇到困难的人。我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职业就是值得被尊重的。朋友，你说的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天给我的使命。幸好我听到了耶。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律师，那我就要当一个替律师说话的人。好了，到了，别送了，进不去了。我叫你们别来送我，你们非不听。菲菲，你哥不是刚回来吗？好不容易才回来，你也不好好陪陪他。还有你们俩，明天就最终面试了，还不抓紧时间好好准备准备。是哪个小哭包昨天抱着我哭了半宿，说今天不想一个人离开的？我那是感动的泪水，好不好？铁血柔情，懂不懂啊？行，铁血小雨点。回了杭州一定要想着，我们做律师都是24小时 standby， 所以有事情直接打电话联系我们。哎，听听这词儿，我们，人家这个意思是说让你这个电灯泡赶紧走，好让人家花前月下。原来是这样啊！
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毁坏他人名誉，判多久来着？情节严重者好像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哎，听听，我造谣了吗？一唱一和。说正经的，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等他俩面试完，等我把公司的事情交接给我哥，我们聚聚你再走啊。我也想聚，我现在 schedule 超忙的，好不啦？我回去要弄那些毕业的事情，然后还要考托福，还要准备申请的材料什么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发视频那个网站跟我签约了。真的？太好了呀！那我们这些原始粉丝是不是将来可以做你的一个什么粉头之类的，然后咱们赚赚外快啊？粉头还早着呢，但是我有信心，我做出来的内容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那当然，你可是学法律里面最会剪视频的 UP 主里面最懂法律的，还是最热心肠、最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种。我也觉得，我觉得我跟3个月前刚来北京的郭小雨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这一次回去也跟上次回去的心情不一样了。这3个月真的发生了好多啊！我才22岁，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生就像开盲盒。我本来来北京是为了当律师的嘛，但我没想到，我居然找到了自己更想干的事儿，这感觉真好。就算以后我又改变想法了，我也不会害怕的，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再干什么事情，我都能行。哦，对了，前2天周律找我打听了杭州的情况来着，他好像是收到了杭州一家律所的 offer。那我干嘛？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你就亲自问问他呗。宋律临时有事来不了，让我一定把这个送给你。这叫什么来着？宝儿姐。啊，对。哇，我超喜欢宝儿姐。对，他说你一定喜欢。帮我谢谢宋律，你临走前还能收到一礼物。哇！前往杭州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CA172班次航班将在30分钟后登机，请旅客抓紧时间办理值机。通过安检，带好随身物品，由10号登机口登机。祝您旅途愉快，谢谢。前往杭州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CA172班次航班将在30分钟后。行，来不及了，走吧。请旅客抓紧时间办理值机。通过安检，带好随身物品。走了。由10号登机口登机。祝您旅途愉快，谢谢。一路平安。加油！好有急哦！笑什么？没什么。江澄和任嘉彤以后还是要做律师的呢，这演技也太拙劣了吧！跟我说他们俩想要单独走，是为了给明天的最终面试做什么特殊的准备。是我让他们走的。为什么？周律师，不怕被人说闲话了？聂飞，我从来没想想什么？哦，是我之前理解有误吗？我确实可能有点不太清楚，要不你再告诉我。之前不是很会讲道理吗？怎么不说话了？聂飞，我就是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我才不敢告诉你。我不怕别人质疑我，但是我怕影响你，不管是你的家庭，还是别人对你能力的质疑，我都不想。那你有问过我，
我想什么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我这个人，我一直很谨慎地执行着自己对自己人生的规划，过一些简简单单、没有风险的日子。直到我当了你们的小代教，直到你闯进我的生活里，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了。我知道我不可能这么轻易地离开你，我喜欢你，我希望能出现在你的 plan 里。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哎，你不是那个去杭州的 offer 下来了吗？什么时候去机场啊？我送你。我拒绝了。到机场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所以，刚刚郭小雨跟我说那些话是为了试我。说实话，郭小雨跟我说你要去杭州的时候，我的确心里漏跳了一拍。但是我也变了，工作上的事情我可以努力，感情上的事情就听天意吧。天意。从现在开始回律所的路上，如果每个十字路口都是绿灯的话，那我就答应你。但是只要有一个是红灯，我俩就算了。那我不接受啊！你这太不公平了。公不公平我说了算。哦，你要是不想玩，那也没事。我愿意，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愿意赌一赌。我相信天意。好，那我们就愿赌服输。明天呢，就是最后一次面试了。你希望谁能留下来？我猜你想任嘉彤。你就别瞎猜了，成年人才不做选择呢。这2个人我都想要。之前呢，我看到网上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啊，其实挺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比我们当年呢更聪明、更优秀，也更会做选择。确实，江辰这小子身上就有我当年没有的东西。哦，比如呢？比如勇气，他敢来套我的词儿，试探我们律所关于同事恋爱的态度。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要是还有一次机会，我走好吗？怎么在这发呆呢？干嘛紧张啊？怕明天输给我？我在想，明天我们踏到了那个门里面，时军计划好像就真的结束了。我们的变化都挺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冲着这个 offer 来的，但是都收获了比 offer 更重要的东西。干嘛？你又想放水？我的收获之一就是不要对你放水，这是对未来优秀律师的不尊重。南辰，你变得不一样。你不也是吗？刚来君安的时候，你可以为了赢什么都不顾，现在呢？就像郭小雨说的，你能真的不顾妍飞，不顾他，不顾我吗？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林佳彤，你是我喜欢的人，但也是我的对手，所以明天我会拼尽全力和你战斗到最后。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谁走谁留，都不会改变我们未来会成为一个好律师，也改变不了我想和比完再告诉你。
不用说了，我都懂。江晨，谢谢你，谢谢你当我的对手。再说一句，那有2个摄像头，就当是留给这3个月的一个纪念吧。江律师，加油哦！你也加油，任律。主任，今年律所效益增长放缓，其他律所都在降本增效，咱们所能保持不降薪，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时军计划今年留下来的2个实习生，虽然他们都非常优秀，但是我们 HR 部门给出的建议是，最好只保留1个名额。我知道了。开始吧。I'd rather lose it all than feel nothing at all. We've been dancing in the darkness, afraid of the flame. We're stuck inside an echo. We hide beneath the truth. We've been running round in circles away from our youth. I will sing the melody, you will be my harmony. I will sing the melody, ooh. Together I will sing the melody, you will be my harmony. I will sing the melody, it's our own fantasy. I will sing the melody, you will be my harmony. I will sing the melody, ooh. Together take a leap of faith in me, be each other's remedy. You and I are trusted. Love me, find me, chase me in the moonlight. Hold me, tell me everything is alright. Day by day,
I'm falling in deeper. I need you to stay with me.